On the campaign trail this weekend,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ade clear that if elected again, he'd pursue more extreme immigration policies, including mass deportatio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n day one, I will terminate every open border policy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we will begin the largest domestic deportation oper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We have no choice. 中国人走线到美国的时代已结束。嘿，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美国人 Stuart。不知不觉，中国公民轰轰烈烈偷渡到美国的壮举已经基本接近尾声。在过去的3年中，中国大陆居民非法的偷渡到美国，他们称这种方式叫走线。我们不相信签证官，只相信马祖的福建人。在传统的偷渡里有4大类，其中一项叫走线，形容你中转了多个国家的行业术语 terminology， 行话、黑话叫走线。但万万没想到，福州人偷渡了30年，没有把走线这2个字发扬光大，反而中国内地人只用了3年时间，就把走线这2个字变得家喻户晓。真的就说明一个问题：福建人、福州人做事做人低调，很务实，埋头苦干，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而那些非粤非闽的内地中国人，虚荣心太强，把偷渡进美国已经当成上台领奖一样自豪，竟然直播出来了。但多数人是被中国的中介画饼了，忽悠了，或者某个网红说啊，美国1年挣多少钱，然后你跟你今天的现状一比，你立刻吃不下饭了，白天想夜里哭，天天盼着想进洛圣都，不去美国整个人都疯了。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人把偷渡叫走线，除了中国大陆人以外的族裔全叫偷渡。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所有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发达国家。新加坡护照、台湾护照、澳门的葡萄牙护照可以免签美国，香港的 BNO 护照简直就是英国、澳洲、加拿大的小绿卡。所以只有中国大陆的护照在出行上那是难上加难，真的是前世不修佛，投胎到中国。在走线的人群中，有一部分人一帆风顺，也有的人一路坎坷，坎坷的不能再坎坷了。为什么同样都是中国人去走线，但是有的人聊天是幸存者偏差，有的人聊天是落难者偏差呢？为什么有的人一路风平浪静，丝滑穿越10几国？为什么有的人一路惊险，又被打劫、勒索、绑架，甚至女性还要被强奸？甚至有的人连命都搭进去了，命都没了。前天晚上，听说失踪了27个人，传翻了，就是我们同一条线，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后面。哎呦，我害怕死了！不管问你什么目标，你搭上生命是的。全部抢光了，我们全部抢光了。Why do you think they stopped there? What's there? Añadiéndolos que hay un punto de revisión, el cual no estaba ahí. Entonces los baja, los hace caminar, rodear para que salgan adelante y paguen una vez más el transporte público. La segunda es para asaltarlos o robarlos. 直到那里来了3个人，有枪的哦，手哦。全部是我，男的女的，连胸罩里面、那三角裤里面光着就要收，反正是光的。我跟你这样说，网上真的是很可怜的，翻一趟差不多将近1个多2个小时，翻得你干干净净。他怎么翻？一件衣服哦，他就拿着就这个边缝缝的。人类和大自然一样，会不断的产生新的食物链、新的生态圈。鲑鱼洄游，熊就各就各位开吃；角马迁徙，鳄鱼就埋伏到渡口开吃。中国人刚开始走线的时候，一开始熊和鳄鱼还没反应过来。当中国人走线已经成为常态化，那新的食物链已经产生，新的生态圈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
尤其是中国的走线人士，他们的生态位就和非洲的角马一模一样。中国人是整个食物链的最下游。为什么今天我说中国人走线已经进入尾声了？第一，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严打了，而且中国政府早已经收网了。我认识至少3个熟人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抓起来了，现在都在唱铁窗泪。中国公安部、中国出入境、中国边检严防死守，现在严防死守。如果任何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有相关内容，全部限制出境。包括我身边有绿卡的，有美国绿卡的，回到中国也不让出来。但分2种，家里有关系的找人还能出来，就害怕你是河北藁城的贫下中农农二代，中国护照直接给你剪了。第二，不仅中方严厉的打击非法偷渡，现在美方也收紧了移民政策，就连亲移民的拜登政府也在2023年5月11日公布规定，禁止从第3国入境申请政治庇护。We've gotten overwhelming cooperation from Mexico. 美方给墨西哥政府巨资，让墨西哥海关疯狂遣返非发达国家到访人员，宁可错杀100，不能放过1人。来一个遣返一个，来一个遣返一个，遣返一个人，墨西哥政府也有回扣，在机票里拿出来点回扣，挺好。如果本年度11月份川普赢得美国大选，那是非法移民的灾难。在川普的上一个任期，川普放了大招，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那些非法移民长期的关押，快速的直接驱逐出境。川普对非法移民那是真狠，我是亲眼见了。在川普任期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的老婆在美国移民监狱关了2个学期，出来英文都哇哇的，现在在医院当护士呢。本来都不会英文，你说他关了多长时间？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effor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e're bringing everybody back to where they came from. We have no choice. We have no choice. 第3，厄瓜多尔政府单方面取消中国人免签进入厄瓜多尔，原因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偷渡的中国人都公开化了，都公开直播，公开的非法偷渡，让后人无路可走。第4，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动真格了，那就完蛋了。美国的 ICE 移民局、劳工局加强打击非法移民，那就全废了。如果美国效仿澳大利亚、英国，一个雇主雇佣1个非法移民，罚款雇主1万美金，那黑户立刻全找不到工作。如果移民局当街设卡检查每一个人的在美合法证件，保证有一批人这辈子再也不敢上街了。我相信多少人都不敢出门了。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国内经济不行了，或者因为美国内部有很多矛盾，然后政府为了转移矛盾，天怒人怨了，就开始拿非法移民出气了。反正人家澳大利亚政府每3、5年来一轮，我估计美国政府10几年来一轮也正常。 Today, our cities are flooded with illegal aliens. Americans are being squeezed out of the labor force and their jobs are taken. By the way, you know who's taking the jobs that are created? 107% of those jobs are taken by illegal aliens. 到了那时候，走线客的末日是真来临了。真正造成走线进入尾声的主要因素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联合加强打击跨国犯罪。很多人我不知道他是没出过门还是被谁洗脑了，他总认为中国政府的敌人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的敌人是中国政府。很多人认为自己内心已经亲民主自由了，亲西方了，就误认为自己与西方的关系比中国共产党还亲密。人家习近平去年去旧金山，去的前一天，旧金山政府连夜把这 homeless 把这要饭的都清出走，来的时候铺着红地毯，请进屋里，
全美国前100的企业家 CEO 给习近平敬酒。人家习近平到了美国，所有顶级的美国企业家 CEO 全站起来给人家敬酒。你不远万里自费10几万甚至30几万来到美国，人家美国政府一脚给你直接踢移民监狱里了。10几平的监舍，30个人一个屋，一个来美国最高规格接待，走到哪都铺红地毯，一个来了直接扔移民监狱里了，30个人一个屋。反而他还意淫他与西方的关系，他与美国的关系比中国政府更好。所有的走线偷渡故事里，最具有黑色幽默的就是中国人来美国追求自由民主，美国政府却要遣返他们，美国政府让这些非法移民离开美国，反而中国政府却希望他们能留在美国。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大约在2016年，一个河北藁城的小伙偷渡进入美国，于是被美国政府羁押在美国移民监狱，关了好几个月了。由于他没有证件，美国政府要安排遣返他，于是美国政府就联系到了中国驻美国的领事馆的官员，来美国移民监狱来给他见面，登记一下资料，然后方便给他质证，让这些非法移民拿上中国的旅行证件，方便押上飞机安排遣返。于是乎，中方的官员就来到了美国移民监狱。中方官员悄悄地问藁城的小伙：“你到底想回去不？”藁城小伙说：“我不想回去。”中方官员烟头子一掐：“行了，我知道了。”第二天，中方领事馆官员又到达了美国移民监狱，告诉美方，根据你提供的资料信息，经查证无此人户籍信息，所以不能质证。美国都傻眼了，美国再关他几天，一看这小子妈也没法整，放了吧，申请保释吧。但有的人在移民监狱蹲的都快疯了，都顶不住劲儿了，扛不住了，真顶不住劲儿了。中国官员就问他：“你想回去吧？”“我真想回去，我想我妈了，想家了。”等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再次返到美国移民监狱的时候，就给你的旅行证件拿回来了。美方直接免费安排直飞的机票给你送回祖国的怀抱了。最后我一看，你在中国追求自由民主，中国政府极力反对。如果你想在美国追求自由民主，最配合你的就是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想撵你走，你的中国政府不答应。你的中国政府是你背后强大的后盾。美国政府想撵你走，中国政府都不答应。中国人不远万里跋山涉水，花费10几万、几十万，辛辛苦苦的来到美利坚合众国，追求自己的自由和民主。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直接给他们关押到美国移民监狱，甚至要遣返他们回国。此时此刻，你背后那个强大的祖国不答应。What's your question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You said that you can take care of the border in 24 hours after taking office. How will you gather the several millions that have already entered our country illegally and return them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Great question. It's not sustainable for our country. We hav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here. It is not sustainable. Did you see in New York City where they're getting the regular students out and they're putting migrants in their place?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effor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e're bringing everybody back to where they came from. We have no choice. We have no choice.